好，朱立伦跟侯友宜见面因为这台北县有6个国民党委员要被罢所以呢谈新北怎么样守护6个国民党委员。那另外呢，这个廖先祥他的反罢战车第一天就被人家破坏了。他说怎样了？有不同意见就变成敌人了，就要被砸，那这太过分了嘛？对，民主记住一句话，我们常常讲说，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自由很重要，但是还有一句话更重要的，容忍比自由还更可贵。民主的基本就是容忍嘛，我有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容忍你的意见，我尊重你的意见嘛。那现在不是，他已经搞到说，我跟你意见不同，你就是敌人，会把你干掉不可，会把你杀死不可。这恨之这个爱之欲取生，恶之欲取死。所以廖先祥就讲嘛，那就我不是你的敌人啊，对，你要这干嘛这样对我呢？那另外呢，镜新闻的民调说，台北市5个国民党委员都危险，尤其徐巧芯、赖士葆最危险为什么他是这样调查的？就是说呢，这个你会不会去投票？先问你会不会去投票，说一定会去投票50减1，说不会投的33%，还有一些不知道不讲等等。那会去投票，然后再问你赞不赞成罢免赖士葆？赞成的37.2%，不赞成的46.1%，那这不很稳啊？不赞成的46.1%啊，赞成37.2%。但是要问这些会去投票的，你要投谁？罢免赖士葆变60%，然后呢，这个不赞成罢免他变38%，所以57%的人说会去人的60%说要罢，其实也不会6、7、4、6、5、3、4，就34%、35%，就民进党基本盘，他都去了。所以我刚才讲说，民调都显示他已经崩到极限，就这样子。所以呢，为什么说危险？徐巧芯是一样了，就是去投票的人要罢掉的比较多，那其他人呢不去，就变成这样好吧。这个曹新成说，希望民进党加强对罢团的支持那其实基本上他们就认为民进党还不够，还要加强，还要怎么加强？都已经到了顶了，还要怎么加强？我们看一下。市长今天是来找穿着白色外套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国民党智库，不发一语，直到1小时过去。主席今天是跟侯市长讨论大罢免的议题吗？谢谢好，我们团结一致。面对镜头重申团结，原来是17号下午朱立伦跟侯友宜碰面商讨如何拟定新北反罢免策略。要会怎么帮新北市的立委？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为新北市来做好更多的建设，来照顾更多人民，所以我们再继续加油，谢谢大家。为了台湾好，为了台湾人民，朝野要和，不要斗，不要每天拼政治，每天想要靠大罢免来解决问题。我们的爱国者行动，我们会持续区域联防，我们会能够跨域整合，我们希望能够相关的委员能够打组织战，然后我们中央会来打空战，能够把所有的立委能够结合在一起，一起来面对这场这个不公不义的这个罢免。来自讲，事实上这次的我直接讲，我也讲不会很好听的话了我坦白讲，我觉得这次国民党的那个面对大罢免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投票率啦，其实通通都危险。我直接讲我自己做的最新的民调不同意罢免比同意罢免多了16个百分点，看起来还不错了16个可以了可以了，算投票一进去我赢1个百分点，我也会被罢免的就这么简单。我们的投票率就是比人家低，对方大概将90%要出来投票，我们大概只有到60%而已了。所以换言之，这场仗其实我们最大的考验是几个重点。第一个，还有我每天在街上走，像我今天早上6点就去公园，7点站街口，然后晚上就是一样5点去街口，然后再去追热色车。我是不在立法院就在街头站，我天天都会遇到民众跟我讲2件事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跟我讲说，你放心你觉得你很棒，我反对罢免，我一定不会出来投票的。我听完脚就软了我走街走再多脚都不会软。我听到他说他不投票，我脚就软了。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认为反对罢免的直觉是不投票，好不好？对，很多人是反对罢免的直觉，那我不投票就是反对罢免可是就不是这一回事可是所以换言之，你在为最后阶段，其实一定要跟支持者讲，我不直接跟他不客气讲，台北市讲被团灭都有可能。我直接跟各位说，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我所知，每个选区跟我情况都差不多，不同意比同意大概都已经10个以上百分点，但是你给我算投票率进去，我告诉你，就是平手，大概就是平手局，基本上赢1%输1%，赢1%输1%这样子。那我想请问，那现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支持者你要不要出来投票啊？今天如果说当初投给罗智强的人，你都出来投票，我是不可能被罢免的啦。但是现在就是当初投给罗智强的人，很多人以为不需要投票啊。那抱歉，人家的人是9成都出来投票，那我们这边的人6成出来投票，那你不被罢免很奇怪了。所以我这边也是很不客气的讲，就我所知啊，如果我们这最后1个月没有把投票率吹出来啊，我不知道新北啦，我台北被团灭我都不意外。可是往好处讲也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对方也冲到9成了啦。坦白讲，他们票已经到顶了啦，因为我们是到6成而已嘛，所以我们还有4成的空间。所以你努力宣传，接下来的票对方其实已经到顶了啦。但你努力宣传投票，投不同意，对，投不同意罢免票，投不同意，对，还有人也搞不清楚这第二个很多人搞不清楚。那到底我要同意你还是不同意你？那这个我看太多了。还有人跟我讲说，我今天罢免我要去哪里连署反罢免啊？我要没有连署不是都是用连署的吗？我要去哪里连署反罢免？我说你知道投票投票就可以吗？我说对，投票。所以太多对罢免的不熟悉，导致我们的阵营的人的投票率是低落的。但这个我说真的还有时间去补强啦。你投票冲出来，基本上我觉得局面就有可为。谢国樑当时就这样对，谢国樑开始的时候就投票很低开始民调对他很不利到最后还是吹出来，看最后能不能吹出来。看国民党中央看这个党主席这个朱立伦的表现是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心急跟焦虑的就在于是说，民进党这些恶霸的团体杀到国民党家门口了到现在依然还没有把这个危机意识给催出来，还在扮演一个宫中体国的在野党，脑筋不清楚至极。对于你看，像我们之前谈的，现在 AIT 都发出了这个救难包，就要大家准备救难包。黑熊学院呢大发国难财，在卖这个急救包。可是同一时间，卫福部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要造国军的血库，表示这个战争呢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沈伯洋过去讲什么？他说中共飞弹打过来，对我们黑熊学院的募款有利。哪一天呢？真正你们这一群人一天到晚在那边鼓吹，说国民党这些立委都是中共投入人，要求和平的人呢？都是中共同路人，都是在地协力者，莫名其妙，这群人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哪天真正的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死的是黑熊学院吗？你们靠你们的那些什么绷带或什么样，能够保卫台湾吗？死的是国军是我们的这些的国军弟兄是我们这些在跟这个中共军力这么悬殊的情形之下，大陆有无人机，有无人机的母机，然后不要说那些什么导弹了，什么传统的那个飞弹就可以打到我们的基地了。你黑熊学院是要怎么样保护台湾？很可恶这些人。然后到这个黄吕锦如，莫名其妙嘛，他都已经被起诉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压他？你为什么要继续压他？就民进党就是算准了，我今天就是姿势难看，我怎么样，我就把你继续压起来，我就不把你放出来。你放出来之后一定会鼓动很多，大家就会搞清楚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要出来投票，反恶霸，投不同意，才能够保住像黄吕锦如这么可怜的人，才能够保住国民党这些人不要被团灭。所以我就不要我就把你继续压了嘛，把你继续压了比较好啊。而且如果说我们民进党的大罢免真的大成功了，你接下来是要补选我把黄吕这些人放出来，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所以黄吕会压到补选结束。是，所以就说国民党到了今天的为止的时候，哇，我看到这个朱主席跟这个侯友宜还在那边这个非常的满脸的笑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趋联防。要上紧发条所有的这些的县市首长罢掉一个立委，
就是对于你们的执政上面最大的考验。因为我礼拜六下午4点到6点，这个战斗蓝号召在荣兴花园民权东路的荣兴花园音乐台那边举办一个这个群众大会了就团结群众反恶霸。今天上午记者会，昨天我去联络黄旅，昨天还不知道他要续啊，我以为一定放了嘛，就联络他，透过人联络他说，今天记者会早上请他一起来，然后礼拜六下午也请他来参加，结果就压起来了。因为他来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你看这么这老太太这个出钱出力还被关起来压2个月，已经压2个月了，就再压3个月，就这样子压你，为什么？他就不能出来参加活动了。但是我也在想说，很多东西物极必反，你知道，大家也都看得到，黄旅也没做什么错事啊，他也不是一个坏人啊，一辈子都没有犯法，怎么到了老了辈子这样搞呢？为了一个政治，所以大家也会同情啊。所以你司法这样迫害别人，不见得就好。像以前民进党党外的时候。很多这个受难者家属出来，落选被关，当选过关就当选了，这就是民心一把尺会量的，你过头是不行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本来今天上午有这个总统府说要安排。国家安全国安简报邀朱立伦跟黄国昌去那黄国昌先拒绝了，那朱立伦也跟着说他也不参加那国民党的理由是说呢，因为早上黄健庭有跟潘孟安2个秘书长联络，说希望9点到9点半能够开放，至少让大家开放一下嘛，大家能讲的，免得你都是闭门，那闭门里我被人打了几个闷葫芦都不知道而且出来都你们讲所以呢，现在国民党、民进党都怕被设局了。就不知道啊，到底怎么？而且你时间那么短啊，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讨论啊。通常我们任何事情都要讨论一下嘛。对，我请客吃饭，总是几个礼拜以前就通知你啦。有些时候半年以前，王伟忠要女儿归宁，半年以前就跟我讲的是那个时间能不能留下来？因为大家都忙嘛，哪有时间就等你来着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现在我如果请他吃饭，我还跟他我说我一共请了哪些人，怕说他里面讨厌谁不来啦。你要让他知道啊，对吧？还有你菜有没有什么菜你是不能吃的，过敏的时候，你这个做主人的礼貌嘛，是不是啊？上个礼拜4通知，下礼拜3，扣掉这个放假的只有3个工作天，然后要讨论什么？开始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赖清德来不来也不知道，还是赖清德是主持他就走也不知道，是吴钊燮来报告吗？国安这个吴钊燮啊，对不对？这个国安会、国安局不是国安会才是统筹这些各种情治单位的然后呢，这个那吴钊燮旁边就是匪谍，旁边有匪谍，他怎么来呢？果然吴钊燮不来，那都不知道啊。情况国安局长报告等等类似这样，本来你这个都应该讲清楚的，要一个谈，要这个头们、领袖们要会谈，事先的部署都要，这幕僚要做到非常精密的那所以呢，国民党也跟进不参加了说朱立伦想要拿回主控权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可惜了，说政党呢可以竞合，不能够零和那问题是赖清德，你这边说要请他们来，那边又听什么曹新成、什么沈伯洋、沈黑熊的简报要怎么办？你这边递个橄榄枝，那边背后就捅刀，大家怎么会相信呢？这没有互信嘛，没有互信他才怕嘛。我去会不会被设计啊？所以呢，你嘴巴讲要团结，但你做的事都不是要团结的事情嘛。所以呢，这个朱立伦说呢，希望以后3党的秘书长能够建立朝野对话的平台然后呢要化解，而且呢，你现在还大罢免我，对不对？你那边你这边在发动大罢，把我们通通罢掉，那边还是要谈，那谈什么鬼啊？那民进党现在就说好了，告吹了，朱立伦没有风范，黄国昌把橄榄树砍了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就是你看。国安破局呢，中共最开心啦中共就又来了又来了那吴思瑶说呢，总统府只有2个底线，第一个说是呢，国安是不能公开的，后来他们也说国安可以不公开但是不是国安部分总是可以，就开始的时候那半个钟头，你没什么谈什么国安，国安是之后才报告嘛第二呢是说呢，不接受讨论非国安的问题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府就说呢，感谢黄健庭有沟通，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这个民众党的秘书长都不回电
而且还问说为什么不能够闭门呢？为什么不能关门呢？为什么要公开呢？当时柯文哲到总统府来都可以关门啊，黄国昌为什么不行呢？没错啊，柯文哲关了门以后，柯文哲现在就被关了。关门就被关，关门就被关了。柯文哲现在在哪里？关了多久了？哦，那黄国昌说，潘孟安来电只有不达总统府的决定，哦，并不是要讨论，只是告诉你啦，是这个啊，这个，我们就是这样决定了啊。我们看一下，本人不可出席此次的会议。黄国昌一口回绝总统赖清德，让18号朝野国安简报无以为继。在520的时候，赖清德总统抛出来的事情是，他要真诚坦率，交换意见，共商国事。那可是呢，到最后，经过非常混乱的过程跟讯息，我们所收到的就是一个国安情势的简报。民众党批评双方沟通过程草率，遭不断放话抹黑，而拒出席的真正理由是国安简报，并非当初赖清德说的共商国事。我们将持续敞开善意沟通的大门，我们随时静候赖清德总统，他愿意真诚坦率，针对人民所关切的重要议题来直接沟通。我没有跟中国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有任何的沟通。不可出席是台湾民众党的立场。国民党随后也宣布不出席，让18号的国安简报正式破局。9点到9点半的这个公开的部分，他们还是不接受。跟主席报告之后，我已经回复总统府，就是明天我们就不会参加。建构对话平台是国民党基本的一个立场，要和不要斗，关键的钥匙就掌握在赖清德的手上。继续的搞大罢免，继续的造成朝野的严重对立，这不是台湾之福。特别感谢的是黄健庭秘书长来来回回的沟通，表达最大的善意。那为什么柯前主席可以，黄国昌不可以闭门呢？蓝白联手退出国安简报，也只能让总统府宣布汇报取消，朝野沟通再现僵局。就到现在还在挑拨啊。为什么这个国民党可以，民众党不可以？其实心里面骂国民党骂得个要死，就挑拨。来，郭正，我觉得这样啦，要总统府要见面啦，我在想这个也是你赖清德所讲的。那再也说实在，包括台湾民众党，我们说国家的利益优于政党的利益，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说，你要谈的是一个国安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是一个国外现在高关税的问题，这些我们随时可以谈。那如果要谈这些，那当然随时啊，我们要求原来在沟通，我们周一修秘书长接到双方，也就是潘孟安秘书长通过好几通电话啊。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意前面半个小时是可以开放的啊，那最后又来回个电话说这是国安，所以不便开放。那不便开放，请问一下，我们去要签保密条约，回来说我们泄密了，那是不是也要把两党的主席都抓起来呢？第二，国安的问题本来就是要有国安的制度，你国安会，你总统就是要去做国安的问题呀，这个有什么好听报告的呢？所以我们要的就是台湾人民所要的就是两岸关系的，还有高关税的问题，未来台湾人民如何生存下去，这是不是要听你的大罢免嘛？这大罢免很明显就是违反民主程序嘛，哪有人们1年就给人家罢免？所以我坦白讲，对于罢免的议题很简单，我们党团就开会就很蓝白如果不合作，趁民进党的大罢免成功，台湾的民主就垮掉了。所以我还是要呼吁所有国民党要争气一点，不要气馁，团结一致出来投票，不同意罢免，这很重要。但是我跟你讲，国事会议随时赖总统，你不要玩两面手法，随时要在野党去。我相信
台湾民众党随时欢迎你谈台湾重大议题，我们随时都欢迎。哪位置？我想这个国成委那有点离题啦。好，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总统府是真的姿态很柔软哈，是要针对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国安议题。也因为国安议题，其实现在台湾社会其实面临非常多不同的意见，那就是希望国安议题找各个政党的领袖好来理解，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执政党很担忧，包括相关的国防预算也好，在对国安未来的布局也好，大家会有一个基本认知上面的这个讨论。那说从这个潘孟安秘书长，那是报告啦。没来，就是潘孟安秘书长从5月21号到6月12号，然后数次沟通嘛，好，那我想总统府到现在其实还是一样姿态是这个柔软中带着坚定哈，还是希望即使这一次破局，还是希望保有未来沟通的空间，所以特别点出来就是说，虽然破局，那感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黄健庭秘书长多次的沟通，包括他反映了希望建议总统全程参与。包括希望增加这个延长综合讨论的时间。那我想形式什么都可以再讨论，不过我提几个建议，几个这个过去的例子给大家做参考。其实针对国安来做这个简报，国外也有案例可循，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国、法国等等。那这个也都是全程式闭门会议的。好，那如果说民进党今天想要另开一个战场，那我觉得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范围当中。那当然，大家可能前面有讲说见缝插针哈，民党见缝插针。我还是认为，当然黄国昌主席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大概到处都希望以直播的方式来提高他自己的能见度也好。我这边有一个这个最新的民意调查，也一样仅供大家做参考哈。他由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调查，国民党最新的民调是20%，民众党是15%。好，那我想这个大家经历过这么多次民调都知道这是参考，但趋势是什么？在短短时间之内，国民党的民调是下降的，而民众党的民调是上升的。不要再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对对，刚刚国成委员他提出一个重点啊，大家都是希望说能够主席都可以互相来谈的是大家所关切的，包括是一个民生、经济，还有我们所面临关税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最生气的地方有2点，第一点。一天到晚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是砍预算、监督预算，你就说我们是中共同路人。中共同路人怎么可以去听中华民国的国安问题？请问这不是很矛盾吗？你一方面不断的放话说我们是如何，今天如果说我们来跟你闭门讨论一个国安问题，万一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你这个罪是发到谁的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刚刚赵德已经提出来了，你今天递出橄榄枝。但是呢，你却在前一天在发布这个时候，你却是由赖总统听任这个所谓的曹兴诚跟这个沈伯洋在听大罢免该怎么样来支援，而且里面最离谱的就是曹兴诚是不甩林右昌，他觉得林右昌在过去里面讲到一些的话语让他不高兴，然后就换了一个赖清德过来，这个都是一个事实。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现在跟我在野党的说我们要来谈国安问题，这个彼此的信任度已经太薄弱的状况之下，万一发生什么状况，老实说。真的在大罢免这边的状况之下，每个人都很怕设局鸿门宴，所以包括志强还有我们在地方所有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焦虑的反映出上面的意见，就是因为过去大家的这个信任度太差，然后呢也真的是民进党。他虽然说刚刚魏慈有提到他们已经放低放软姿势，那是姿势很软，但是背后你的坚持其实讲白话点就是我就是要推动大罢免，在大罢免的原则之下面，我来做一些小明小慧的事情堵你的嘴巴，你今天没有去，好吧，今天又站出来讲，这完全都是在剧本的演练当中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今天呢，本来今天总统要让他们去做这个国安简报哈，那后来没成了哈。来，伟杰怎么看？到底该不该去？我觉得这个国安简报这个议题啊，我想刚刚大家都提很多，尤其我觉得治安委员提的真的是最让人觉得最啼笑皆非的啊。你说我们是在地协力者，是中共同路人，你要跟我们做简报，然后全部中间是闭门会议，所以我常讲这个真的有4个不哦，真的我们是不能碰。第一个时间不对。
因为很简单，这样的一个会议，其实早在立委上任之前，我们要求国情报告，你连甩都不甩。没错。那你现在跟我说你要来做国安检报，不是很奇怪吗？大罢免如火如荼的时候，朱主席说我们来开国事会议吧，他也没理过你啊。现在跟你说我要做国安检报，所以我第一个我说这个时间不对，第二个互信不足，就像刚刚资深委员讲的，你前一天跟罢团的人接触，罢团要求你加大力道罢免国民党立委，就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做国安检报，这很奇怪嘛。那尤其这阵子当中，大家根本是朝野没有互信基础可言的，所以我说第二个这互信不足，怎么可能去听这个国安检报？第三，方式不对。大家希望的方式不一样嘛啊，可能民众党希望有些部分应该要先大家共同讨论，再闭门会议。那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想法，那你没有，你说没有啊，全部就是全程的闭门会议，然后这个又是牵涉到国安机密，到时候闷了挨棍出来就说我们泄密怎么办？我想这第三个方式不对，第四个我说真的感受不好，为什么？因为过去有太多的例子，连战跟陈水扁见面之后，这个核四就停了，宋楚瑜跟陈水扁见面之后还在真诚，结果呢？所以我觉得，鉴于过去这些经验，我们都觉得，真的，我还是常讲，你执政党你本来就要负起这些责任。对你可能有好意要把这个国安的问题跟在野党的这些主席来共同分享，但是说真的，现在是你执政，谁执政谁负责。你我说难点，你把在野党也拖进来啊，到时候有问题，他们都知道啊。哦，他们要不要一起负责？我说真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该负责任的一个政府该有的态度，让人家真的觉得看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尤其真的在这个氛围之下，你跟我说你要做国安简报，说真的，一般人，我想一般的民众都是不会去的。来，志祥，你们在基层怎么听到的？基层当然都非常反对了哈。其实但现在也不要怪人家觉得你会设局嘛。我也是总统府出来的人，我就举一个历史事件，请你将心比心啊。在双英在谈 A 克法的时候，请问我就是负责会前会的人啊，我就是去跟民进党谈判的人啊。如果我今天罗志强，我总统发言人，我出来上去讲说，蔡英文，你来总统府，好，5月18号、6月18号来，哦，时间我定哦。然后我跟你讲，不公开，我们在里面辩论就好，而且辩论时只有我讲，你在坐下听。好，那给一点综合发言时间、综合讨论时间，闭门辩。好，然后呢，跟大家讲说，所有程序我决定。那我想请问你觉得民进党能接受吗？在野党主席不是赖清德的下属啦，我觉得总统府连仪节都不懂。你对在野党最喜欢秀的尊重是你一个会前会，第一个主题总要有共识嘛，第二个时间要有共识嘛，地点要有共识嘛，程序要有共识，因为双英辩还涉及主办单位，连主办单位都要有共识啊。我们都非常非常客气，跟民进党的谈判代表，就这个协商代表，一个谈好。那更重要，我再讲第二件事，如果今天要什么双英辩，对不对 ？A 克法，对不对？然后呢？我才说完，我说，我们欢迎邀请这个蔡英文来跟马英九我们一起来谈 A 克法，对不对？一讲完，我马上跑去找一个曹圈圈来发动全民进党大罢免，歼灭民进党。你民进党能接受吗？我不讲总统的标准，我讲人的标准就好了嘛。做人是这样做的吗？你怎么可能才跟我讲说我要跟你好好为台湾，我们一起来共商国事，然后另外一把刀就戳你的心脏，说我被你戏呀。那我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我们怎么相信你不设局？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最近遇到的情况，闭门秘密谈国安，多恐怖啊！你出去要跟你讲泄密，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我直接跟大家讲，国成兄就知道啊，我在立法院朝野协商是公开直播，结果柯建铭泼一个脏水，说我打电话骚扰他，我去秀了通话记录，我在脸书上澄清5次以上，到现在为止都还说我是小屁孩啊，说我今天在朝野协商这么严肃的会议打电话骚扰他，那他不死都拿不出通联记啊，他有讲说要拿通话记录，但是已经1个礼拜过，现在也都打得出来，我也采取诉讼了，也提通话记录了，到现在还是说我打电话给他骚扰他，那我想请问，都有公开直播，你们都可以这样子造谣，那关在里面，那请问你？那民进党不是通通你说了算？不要怪别人觉得你是鸿门宴会设局，你也真的会设局嘛，就这么简单嘛。来，冷静。我觉得在这个不成了之后啊，包括绿营啊的政治人物，还有这个绿媒呢，就说这个朱立伦
是受到中共的指示啊，是叫他呢不要去参加这个国安这个简报。哎呀，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不要臭美了，所有的事情呢都扯上这个中共，扯上这个习近平，人家闲着吃饱没事干啊，他在参加那个中亚的哈萨克的会议，我们这种小小的乱七八糟的，那个赖清德他们要使这种局，一下就被人看穿的这种阳谋，这种鸿门宴，还要什么人家来这边指示，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少臭美了。今天啊，台湾呢在跟这个中国大陆呢较量的过程之中，我们军力各方面呢都不是对方的这个对手，我们唯一呢可贵的价值呢就是我们的民主。可是今天呢，赖清德他们发动这样的个大罢免，正是在摧毁民主制度。我们今天民进党呢用这么恶劣的手段，从司法，然后从司法的追杀，然后到不顾这种定期改选的这个民主制度的选举的这个精神，在当选1年的时候呢，就要去罢免国民党的这些立委，这就是输了不甘愿就翻桌嘛。这样子的一个民主恶例，你说怎么能够让这个大陆的民众羡慕我们台湾的民主制度呢？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啊！这个民进党呢，今天呢完残了台湾的民主，完残了台湾的言论自由，完残了台湾的这个司法独立，还能够沾沾自喜，那边振振有词的讲说什么啊？这群人呢都是中共同路人，这些人呢都是受了什么中共的指示。正是你们这群人把台湾的民主制度呢玩到一文不值，你们才是受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指示呢，搞坏了台湾的民主，让台湾呢没有任何的价值可以跟中国大陆呢来进行竞争。基本上了我也觉得就说只要民众党柯文哲还关在监狱里面，民进党就不必谈了；只要黄旅还继续被压，国民党也不用谈了。就这么简单嘛？你把我很重要的干部都关在那个地方，而且什么理由、什么道理啊？没有道理啊！那国安问题有什么好谈的？今天在野党关心的是国家的问题，关税问题怎么解决？两岸问题怎么解决？诈骗问题怎么解决？少子化问题怎么解决？这才是台湾最重要的问题啊！国安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国安大家知不知道？谁不知道国安呢？因为我也知道国安很重要啊。老共对我们压力很大啊，对不对？匪谍很多啊，那匪谍在民进党里面比较多啊，对不对？你先自己把国安问题搞清楚吧。就是说国安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台湾面临老共的威胁，都知道军事这个面临这个紧张的状况，都知道，只是解决的方法不一样。民众党觉得我搞台独，我抱美国大腿，然后呢，我跟老共拼到底，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买血袋，这是叫民进党的方法。国民党认为说两岸很紧张，备战当然要有，国防当然要准备，但是呢，最好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如果能够和平方式，就不要打仗。打仗的时候生灵涂炭，只是解决的你爱不爱台湾？我认为国民党也爱，民众党也爱，民进党没有人不爱台湾了。我们生活在台湾，生长台湾，将来老死在台湾，怎么不爱台湾呢？只是怎么样为台湾好，有不同的看法，最多只是这样而已啊。那你国安简报做什么东西？要真的国安简报到立法院去做就好了。没错。立法院呢，国安会秘书长也不去啊，国安局长去啊，在立法院就好了。你要比超越国安的层次更高层次问题，才是朝野应该注意的问题。休息再回来。好，陈明文有没有怒吼农业部长陈俊基？到底有没有？说为了6块土地，所以呢，媒体有说了，民进党该整顿吃相，这吃相不好看了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赖清德要去挡蔡英文人马的财路吗？所以被曝陈明文说去呵斥农业部的官员，传出来说这6笔土地是白白投资的，到底真的还是假的？那这边当然有一些地号了，那4年以前这边讲说农委会规划把茶叶改良厂从桃园杨梅迁到嘉义番路，那当时陈明文的太太低价买入6笔番路的土地，如果茶叶改良厂顺利南迁，地价就会大涨，
但是呢，农委会升格为农业部以后，以经费过高、翻入土地不适合种茶等理由推翻南迁案。哦，我突然看到什么杨梅茶叶改良厂是吧？哦，那什么，我差一点去那工作。你去查，因为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有一个老师，他在美国学的就是这个 heat transfer， 热传递，因为茶叶的烘干啊什么要有一些新的技术热传递，所以他就当时有邀请我说你要不要来茶叶改良厂啊？这个桃园，所以我一看这个杨梅，哇，好像似曾相识哈。哦，好吧，陈明文就说爆料者是扣我帽子，居心叵测，我哪有要炒地皮？没有哦。蔡宜也出来哦，帮陈明文讲话说，爆料者可恶至极哦。那到底有没有？哦，嘉义县长翁章的说没有咆哮了，报道夸张了哦。那到底怎么回事？陈明文喊冤说，我有受邀哦，我退休了还要承受不白之冤哦。那另外呢，媒体就笑了，说明文规定又来了，因为上次不是在火车站、高铁站得到钱嘛哈，说呢谁让嘉义王肆无忌惮？看一下。我们的老县长哈，我们阿土委员哈。经济委员会4号考察到嘉义，卸任的立委陈明文却现身会议。我们会先终止这个计划。茶叶改良总厂要南迁嘉义，农业部当时的农委会。明明位置名牌是立委陈冠廷，却是老爸陈明文出席会议。周刊还爆料他不请自来施压农业部。陈俊基向他说明，原本要盖的梅山试验站钻探后地址有疑虑，要硬推他做不到。陈明文当场呛瞎，这是在骗嘉义人吗？不但要求计划不能停，还搬出苏揆当初已经拍板，两人在会议上唇枪舌战，让招委蔡宜瑜颇尴尬。对不起，这是问题太敏感吗？农业部幕僚帮部长陈俊基挡刀，相较当天会议强硬态度，陈俊基被问了2次都拒绝回应。陈明文前委员也是我去邀请，所以他对整个政策最了解。陈明文会动怒，也被指和炒地皮有关，因为另外一项计划茶改厂总厂从桃园南迁嘉义番路，被评估土壤不适合种茶。就这么巧，陈明文妻子早在计划推动4年前低价收购当地6笔土地。茶改总厂要南迁的地点是在阿里山公路旁边，方圆5公里都是台糖土地。我们要土地在那里，各部会提供的相关意见，那也在做相关的计划的检讨。看来，即便卸下立委职务，陈明文顶着英系大佬背景，似乎没有公职，也能参与公共事务。来，志强，拿清朝剑想斩明朝官，陈明文就该打嘛。你也是，他这参加这个身份区呢就很奇怪了哈。然后第二个还要去跟他呛，说赖清那个说是苏贞昌时候决定的，现在是苏贞昌时代嘛，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苏贞昌跟赖清德也不合啊，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这种态度，抱歉，现在上面的你的经上是赖清德那你还拿着那个苏贞昌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圣旨要去叫赖清德来遵行嘛？先讲啦，因为陈明文就是蔡英文系统的嘛，事实上赖清德本来就不喜欢他啦。那以赖清德的个性的话，那我就讲就是我刚才私下跟那个志恩聊，这个跟国民党没有关系，因为国民党没这个能力爆料。那谁爆料？派系斗争嘛。也是因为陈明文过去在蔡英文时代，说真的就是横着走嘛。高铁300万也没事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租舍的超贷的疑案也没事啊，什么反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通通都一定没事。可是现在时代朝代不一样啊，那赖清德是不是能够容忍他，那是另外一回事。来这个位置，这个真的要郑重来澄清一下了第一个是他不是不请自来，他是蔡宜瑜邀请去的那当然就是我想任何政策其实都要经过多番的讨论。那陈明文除了过去长期是这个嘉义的立委之外，他作为一个市民身份，他认为这个政策有讨论的空间，我觉得表达心声，这真的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事情。那不过讲到就是说跟土地投资有关系，这个真的要再一次说明就是说这个茶改厂原本预计是要到这个番路乡的南端。好，那有人说，陈明文的家族有投资土地，跟这个地方差10万8千里。他虽然也是在番路乡，但是是在完全的另外一边相反的方向。
而且这个时间其实差了20多年。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说，那即使是番路乡的南端要设茶改厂，茶改厂能够带来这个地方土地的投资的暴涨，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连接哈。那所以我想，当然政策当然由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那也希望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兼顾这个在地发展的同时，也让茶改厂过去在桃园这个发展的良好的部分，可以继续的存续下来。政策都是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来郑，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这个魏慈讲得很清楚嘛。那这一块里面，证据该怎么样去做厘清？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你看我们的农业部长面对这一群，从翁章良到蔡易余到陈冠廷没有出席，他爸爸出席这一派，他们是属于一挂的。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行政官也是属于一挂，他们刚好2派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会被爆出来，是否里面还有一些的猫腻存在？这也难免会起人疑窦嘛。而且说实在的，陈明文从以前开始就是蔡英文非常非常重视的。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说，我比较好奇的是，他是被受邀来，因为很容易啊。蔡瑜就是他一手，他们都是联合在一起嘛，请他万一有这个议题，可能蔡瑜也是受他们之邀，然后来开这样子的一个协调会，或是的一个考察。不过我又说回来，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爸爸也都是所谓的前立委，我就没有看过哪一个立委的牌子上面那个立委没有来，他做的是他爸爸的牌子或者他妈妈的牌子。我们有多少正二代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也难怪在这个小细节上面你会被人家来做这个。那我还是认为这件事情会爆出来，而且还引起一些轩然大波，应该是有人要修理这个英系过去在这个嘉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背后还有是什么样的一个猫腻？我觉得静姐会来告诉大家吧。如果他赖清德不高兴的话，一定会一一呈现。郭成伟，我觉得陈明文这种动作，我提心吊胆的啦。因为我说实在的，赖清德跟陈明文是在立法院是有同事过。那大家也知道嘛，嘉义王指的就是陈明文了。他从省议员、县长到立法委员，到现在谁要当县长，都可能他是举足轻重。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土地有没有？但是传言当然很多啦，从嘉义高铁的太保到其他的土地等等。农地变成这个建地啊，或什么地，这个当然传言很多，是不是事实？那大家去看。可是看起来有事就没有关系就没关系，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对他的看法就是，请他要保重，因为赖清德不是吃素的，因为他不是只有针对在野党的赶杀。连他自己不是他的好友，不是他的派系，都要非常小心。所以明文兄，保重，保重。我看这个陈明文啊，还有陈哲男啊，这些呢，原来在国民党的这个里面呢，也是吃香喝辣哈。然后呢，到民进党这边的时候呢，也继续吃香喝辣的，这个感触特别的深哈。就是说，对于陈明文来讲，他怎么会想到说，他这个曾经当这个英系大将的人，到了赖清德当家的时候呢？哇，柯建铭不让他的儿子陈冠廷当国防委员会的召委，哇，今天呢，你牵涉到我这个地头的利益的时候呢，你也在那边给我卡东卡西，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陈明文来讲呢，他就是个现世报啊，就是说呢，你要吃这种利益哈，你要换党好，然后呢，哪边有利益呢，往哪边靠啊，这种事情啊，真的是。没有人呢可以一辈子好运的哈，我非常同意这个国成委员刚才讲的，这个陈明文呢要保重啊。嘉义王是到现在才是陈明文，以前的嘉义王是曾正农那曾正农那时候在当家的时候，张华冠跟陈明文他们都也是在这曾正农身边的，就一群就是和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搭档而已嘛，而且。就实力来讲的话，那时候的曾正农是强过张花冠跟这个陈明文的，所以这一路走来，陈明文呢，他该有的好处呢，其实真的也是都享尽了哈。所以看看他现在的这个到底是命是硬过赖清德的手段，还是呢他还有别的办法？保重保重。来，慧姐。
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质疑，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回应是什么？他不是说要求彻查清楚哦，说明清楚，而是你看蔡依瑜的说法是说啊，这个爆料者可恶至极啊。翁中良说啊，没有咆哮啦，没有咆哮啦，他甚至反过来说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过于夸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民进党在检视自己的时候的那个标准就是不一样，而且你看。你一个卸任的立委，顶多现在就是什么立法院的什么最高顾问什么，你居然可以对一个农业部长咆哮？说真的，我们前阵子还大家在讨论说这个耍官威的事情，这个就不就是在实的证明民进党耍，还是一个卸任的立委，只是因为他的儿子是立委，他就可以对农业部长耍官威，只是因为说这样的一个政策，不管已经物换星移了，还跟你扯说就是苏院长答应我的，那现在已经也改朝换代的，你可以要求这样的标准，要求他跟过去做的一样吗？重点是我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有没有牵涉到利益啊？大家就说你是这个嘉义王，好，那到底好，就算没有利益，那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啊！你不是一味怪给别人，重点是还有英党出来，那我想请教，检调动了没？各单位开始动了没？有没有开始来做调查？我想我们现在都没看到嘛，反而看到只是说他这个媒体夸大，然后呢他这个咆哮部长。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在于是说最近呢一直有陆续传出来一些，其实是对于赖清德不利的，好像这样的东西出来，你就会知道说，他可能要借着这个东西，你看就暴露他们的这个不满，然后他也投射出来是对于赖清德的这个你领导的新朝